年轻的时候总有一种错觉，年轻就是资本，无论自己怎么造，身体一定能支撑我干翻整个世界。于是拿着3000块的薪水干着996的工作，白天在公司里释放激情，晚上在游戏上发挥余热，饿了垃圾食品充饥，累了咖啡红牛续命，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造。结果现在刚30出头，世界没干翻，自己的身体先被干翻了。头顶的秀发已为数不多，性感的肚腩也逐渐圆润，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20岁生猛犹如程咬金，30岁柔弱堪比林黛玉。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聊聊年轻人的身体是如何一步步被毁掉的。一、又臭又长的工作。要说对身体伤害较大又躲不过的元凶，那一定是跟老奶奶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的工作了。白天12个小时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儿，时不时还被老板骂几句，身体受到多少内伤你根本想不到。有一项研究显示，工作倦怠会让大脑中负责产生情绪的杏仁核变大，同时它与前额叶皮层的连接减弱。前额叶皮层负责高级认知、情绪调控等功能，所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时候一忙起来看谁都不顺眼，恨不得连老板都干，就是这个原因。当然，工作倦怠可不只是让你心情变差这么简单。希腊心理学团队对倦怠文献进行整理，在符合纳入研究标准的15项研究中，有13项研究表明，倦怠影响人们的认知功能，它会导致创造力、专注力、记忆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全面下降。长时间工作导致效率降低，效率低又延长了工作时间，简直就是个死循环。另外，高强度的工作一定对应着高强度的压力，这比工作本身对身体的摧残更大。在压力状态下，身体的肾上腺会释放与压力相关的激素，比如肾上腺素，它会促使新陈代谢的方式发生变化。当免疫系统长期超负荷运转，就会引起炎症。本来炎症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感染，但如果炎症持续时间比感染时间更久，它就没办法帮我们抵御感冒等疾病了。这也是很多小伙伴工作劳累容易感冒，得了感冒又不容易好的原因。2、长期缺乏睡眠。睡不好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就是记忆力变差。上学那会儿我就发现，考试前一天我熬夜抱佛脚，第二天大脑啥也不剩，还不如直接摆烂。由于白天大脑接收的外界信息都被存储在海马体这个临时仓库，海马体的容量有限，满了就塞不下新信息了，只有到睡觉的时候，这些临时存储的信息才会被转移到长期存储的信密层。所以说要想学好得先睡好。跟工作压力一样，睡眠也会影响免疫系统。有个实验是这样的，150名健康的男女先被检测了1周的睡眠情况，然后根据睡眠时长分组并隔离，接下来往他们每个人的鼻子里喷感冒病毒的活病毒培养物，当然这征得了他们的同意。结果睡眠少的那组人感染率为 50%， 正常睡眠的人只有 18%， 而且即便接受了流感疫苗注射，缺乏睡眠的人的免疫反应也比正常睡眠的人低了 50%。 更糟糕的是，这些人补觉2到3周也没办法产生完全的免疫反应，也就是说一旦错过了睡眠益处，就很难通过补觉来弥补了。YW Sleep 提到，每晚只睡5个小时的男性，他的睾酮水平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老15岁，精子数量也比正常睡眠的人少 29%。 长期睡眠不足的女性生育能力低下的可能性甚至比普通女性高 80%。 你看，睡不好不仅影响这一代，还影响下一代。3、不计后果的饮食。估计很多小伙伴跟我一样，忙了一上午工作，就特别想吃点辣的、甜的、高热量的东西，因为它们能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内啡肽等激素，让我们觉得很爽，但同时它们也在摧残我们的身体。就拿油炸的薯片、薯条来说，它没法提供维生素 B12， 会导致贫血和疲劳；没法提供钙和欧米伽3脂肪酸，导致骨质疏松和免疫系统衰弱；过多的盐和反式饱和脂肪酸又会让你有患心脏、肾脏和肝脏疾病的风险。面包糕点也是很多白领下午茶的首选，但这些高淀粉食物消化的特别快，大量的葡萄糖进入到血液中，血糖水平也就迅速飙升。然而过一会儿血糖水平又急剧下降，导致你想要摄入更多的糖。平常点的外卖就更是满满的科技与狠活了。麻辣烫的汤你真的以为是骨汤熬着的吗？用骨汤膏都已经算是良心商家了。相信鱼丸有鱼，肉丸有肉，更是跟相信老婆饼里有老婆一样天真。盖浇饭用的大米差就差点，至少是这2天现蒸的，但上面的浇头用的是什么时候的调理包就真的说不好了。不注重饮食的危害跟抽烟一样，不存在哪一个让你生病，它是一点一点的积累，最终量变引起质变。而且你可能不知道，
食物的慢性中毒是癌症诱因的第2大元凶。4. 慢性的社会压力。在现在这个优质资源相对短缺、价值导向同质化严重的社会，很多人是打娘胎开始，从小卷到大，求学、就业、结婚、育儿、养老。虽然每个人都像是写好了程序，但没有一项是可以不出 bug 轻松运行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慢性压力，让你长期处于应激源的刺激状态下，给精神和身体带来双重折磨。当人处于压力状态下，身体的内分泌系统就会紊乱，释放压力激素皮质醇。皮质醇是身体在突发情况下搬来的救兵，它们拉响警报，让身体进入戒备状态。这个时候心跳加速，血压血糖升高，防御系统超负荷运转。如此一来，身体的其他部门，比如消化系统、免疫系统、心血管系统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短期的急性压力，戒备解除后，身体很快就恢复平衡了。但如果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就会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果，就像是人们都去前线打仗了，也没人种地了，也没人做生意了，整个社会体系都崩溃了。这是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发现，压力大的人更容易失眠，得一些慢性疾病，衰老的也更快。这些都跟体内皮质醇水平较高有直接关系。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即便你再年轻，身体再好，不出几年也跟现在的我一样，站一会儿就累，走2步就喘。30岁的年龄，60岁的身体。之前有报道指出，中国70%的人都处于亚健康状况。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那上面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真的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第一波新冠刚走，第2波有悄然来袭，每次都给我们敲响了一次警钟。大家也逐渐意识到，对健康的关注不能靠病毒的一次次警告，而应该融入到意识和习惯中。接下来咱们就聊聊让身体保持健康的秘诀。1. 多锻炼，多活动。我发现锻炼是一件刚开始要多苦有多苦，但坚持下来要多爽有多爽的事儿。运动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很多化学物质，比如内啡肽，这种激素能给我们带来愉悦感，同时也能让注意力更集中，改善情绪，提高记忆力。坚持6周，你体内的线粒体能增加到 50%， 它能把碳水、脂肪、蛋白质转化成肌肉所需的能量，你会感觉耐力提高了。坚持半年，你发现自己最大摄氧量提高了 25%， 它代表了身体把氧气运输到肌肉，用于合成能量的速度，也是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1年之后，你的骨密度变高，这会减少骨质疏松的风险，而且你还能发现头疼脑热的小毛病也减少了。当然，大家每天都很忙，不用担心，你不用每天挤很多时间。根据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的建议，每周只需要 2.5 小时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快走或骑行，或者每周1小时15分钟的高强度锻炼，比如跑步或者游泳。按这个标准，每天半个小时就够了。咱们打把游戏、刷会儿视频也不止半个小时，对吧？2. 吃点健康的。地中海饮食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最健康的饮食习惯。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把它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核心是高纤、高钙、抗氧化，按不同的频率和分量来分配各种食物的摄入。比如以橄榄油作为脂肪的来源，每天吃谷物坚果和蔬菜水果，每周吃适量的鱼和乳制品，像红肉、甜品，偶尔吃1次就好了。3. 睡不好如何补救？好的睡眠并不是说必须睡得早、睡得长，每个人的睡眠类型不一样，只要保持规律作息，问题都不大。但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能按自己的计划来，这就需要一些补救措施了。1. 困的时候不要继续强撑，因为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很难进入深度睡眠状态了。你会发现自己强忍着加班打游戏，过了一会儿就不那么困了，这是因为激素分泌已经开始紊乱了。所以你应该先上床睡90分钟，也就是一个睡眠周期。过了自己的黄金睡眠时间后，再起来加班打游戏，能减轻对身体的伤害。2. 晚睡也别晚起，这样会不断推迟自己的昼夜节律，造成恶性循环。大家应该能发现，虽然熬夜起得晚，但是跟正常睡眠的状态还是不一样，目光呆滞，反应迟钝。正确的做法是平常几点起还几点起，利用午休时间补个觉。3. 下午1到3点之间，睡眠需求会有一个小高峰，这是个绝佳的睡眠修复期，但午休不能睡太久，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担心被闹钟叫醒没精神，可以睡前喝点咖啡，咖啡因起作用的时间是20分钟之后，所以不会睡不着，反而醒过来的时候能帮你消除睡眠惰性。4. 积极对抗压力。乐观让人长寿，这可不是一句没用的鸡汤。2019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乐观的生活态度会让人活得更久，能增加活到85岁的可能性。我们看一些长寿的老人，生活习惯并没有像专家建议的那样有多健康，有的甚至抽烟喝酒一样不落，
但他们就主打一个心态好，所以别给自己太多压力，没必要一味的向上比较。有钱是好，但没钱也能过，想挣钱却挣不到钱才是最痛苦的。也不用太在乎社会的价值导向，社会怎么定义成功那是社会的事儿，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够了。出来混不就是为了爽吗？随波逐流，痛苦不说，到最后也不一定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那还不如现在就爽。现代医学有个亚临床的概念，当我们接触了一些致病因素后，身体的代谢和功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还没有表现出病征和体征。也就是说，在我们生病之前，身体内部已经和细菌病毒厮杀了很久，各个器官都在尽全力保护我们的健康。所以千万不要等到免疫系统全面溃败之后才想起爱护身体的必要。年轻就是资本，或许可以改成身体好才是资本。一节书本之外的社会课，一个陪你成长的摆渡人。大家好，这里是星河摆渡。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贫富差距差的是什么？托比·莫瑞斯是一位漫画家，他创作了一个小漫画 On a Plate， 从字面意思是在盘子上，引申过来可以翻译为轻易获得，意思就像别人放在盘子上端给你一样。漫画里描述了在贫穷与富有两个不同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怎样一步步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这个小漫画收获了超过20万个好评，看完它很多人都会深深陷入思考。左边这个孩子叫理查德，他父母都有一份比较不错的工作。右边这个孩子叫宝拉，他父母的工作就相对差一些。理查德的房间温暖干燥，他家书柜里装满了书，冰箱里也装满了食物。宝拉的房间除了人来人往也没有什么东西了，他住的房间潮湿嘈杂，他总是生病。理查德的父母为孩子倾心付出，他们会经常陪伴他，鼓励他，好孩子很聪明。宝拉的父母也想为孩子倾心付出，所以他们要打2份工。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来陪伴他，教育他，只有将他独自留在家里看电视。理查德去了一所好学校，资源丰富，学生优秀，学校里的老师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宝拉的学校呢，班级人数太多，资金不足，老师总是疲于应付各种压力。理查德父母对他期待很高，看着他的成绩会说才 B 加，天哪，看来我们要给你请个家教了。但是宝拉的父母对他的成绩观念就有点不同了，看着他的成绩会说 B 还不错，这样的差异年复一年。上了大学的理查德可以由父母为他支付学费，自己完全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宝拉一边读技校，一边还要努力工作，他需要承担学费，同时他还背负着债务。这些效应慢慢在2人身上积累，变成他们人生中不可忽视的差异。当他们准备进入职场的时候，理查德的爸爸对他说，我有朋友在那儿工作，只要我打声招呼，你就能去实习。就这样，理查德像接过盘子一样简单，得到了一份实习工作。宝拉的爸爸生病卧床不起，他很担心。爸爸对他说，我没事，孩子，你应该先完成学业。他们的人生正一点点改变，差距也一点点拉大，这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尤为明显。理查德去贷款的时候，经理对他说，恭喜你，你的贷款被批准了。宝拉去贷款的时候，经理对他说，我们帮不了你，或者你去另外一家试试。或许因为别人如此待他，理查德开始相信他值得被别人好好对待，他的成就都是靠自己。或许因为别人都如此待他，宝拉开始不自信，变得裹足不前，学着掂量自己的分量。有一天，在理查德的庆功宴上，宝拉和他相遇了。宝拉作为服务生，正端着一盘食物分给在场嘉宾。此时人们正在好奇地询问理查德，你的成功秘籍是什么？理查德拿起一块食物，自信满满地说，我从不抱怨，努力工作，我讨厌别人的施舍，从没有人端着盘子递给我什么。虽然他正从宝拉端来的盘子里拿起一块食物，但他说这句话时却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漫画很短，但意味深长。不可否认，漫画里描述的故事相对极端，现实生活中理查德不一定会一帆风顺，现实中的宝拉也可能会做得更好。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马太效应，指的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现象，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教育、金融以及科学领域。美国大学研究也发现，富人的孩子更可能成为富人，穷人的孩子更可能成为穷人。这个循环很难打破。究其原因，一个孩子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不仅受财富的影响，他们还会受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行为习惯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也塑造了孩子不一样的人生。贫穷与富有，除了钱，差的是什么？星河认为可以体现在下面几点：一、
贫穷的孩子抗风险能力差。现在很多90后都喜欢大学毕业之后不找工作，而是选择创业。他们的父母基本都是文化层次高，在改革开放初期奋斗出一定财富的60后，有足够的能力给孩子提供经济支持。相反，那些家庭条件相对较差，作为父母没有时间精力管孩子，也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抵抗风险的支持，他们可以接受孩子平庸，但无法承担孩子陷入困境。我记得爸爸经常对我说过一句话，你要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将来就可以出人头地了。是的，绝大多数穷人家的孩子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就是考个大学，找个工作。即便真的面临机遇，穷人家的孩子也很难背水一战，因为真的输不起。2. 贫穷的孩子眼界较窄，眼光较短。富人家的孩子从来不担心钱、房子、车子这些问题，他们进入一个行业，完全可以遵从自己的内心，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他们着眼长远，不会让眼前的小利益捆绑自己的手脚，他们考虑更多的也是行业的经验、积累的人脉、提升的空间等等。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不敢把自己真正的兴趣放在首位，哪个行业挣钱多就挤破头去哪里。我曾经把工资看得很重，多个200-300都会感激涕零，因为工资深刻地影响着我的生活质量。相反，我有一个同学，家里有数套商铺，家境非常优越，他喜欢画画，学的也是哲学这种找不到工作的专业。大学毕业时根本不像我们挤独木桥一样去大公司考公务员，而是接单画画，收入当然也比较低。我们一直以为他会永远这样下去，直到5-6年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由于长久的积累，一年利润很快过100万。说实话，当时的我们真的看不了这么远，因为对我们来说，相比生存，60分的生活质量已经很不错了，100分的生活根本不敢想。我们可能觉得安稳工作、买房还款、安居乐业，这是很不错的人生选择，这自然无可辩驳。但是我们现在也应该知道，这不是富人的选择，他们的起点往往已经是我们的天花板了。知乎上有个人说得很现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和站在平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高度不一样，你看到的自然也不一样。3. 贫穷的孩子思维方式较局限。如果你以为富人只是有钱而已，那你的思维方式就比较局限了。财富只是一个表象，更重要的是生活环境、社会资源和优质人脉。富人的孩子可以每个假期都去世界各地去旅游，而不是打暑假工来填补家用。可以参加各种培训，听各种讲座，而不是单纯从课本里接受知识。他们想的是用钱怎样才能变更多钱，而不是怎样才能挣到钱、存到钱。通过父辈的耳濡目染，富人孩子的思维方式要比穷人家的孩子开阔得多。他们懂得怎么投资，怎么让钱为自己工作，而不是自己为钱工作。这里不得不提《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书中比较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穷人与富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穷人会不停地打工赚钱，然后全部消费掉，接着又去为钱工作，慢慢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而富人则更清楚投资与消费的区别，不断地用钱帮自己赚钱，从而产生一个滚雪球的效应。4. 贫穷影响孩子的性格。这个其实也是因为贫富环境差异引起的。富人往往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顺风顺水，而贫穷光是生存都已经用尽了全身力气。现代社会嫌贫爱富的心理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当一个人富裕时，就会有人过来巴结讨好他，而他一旦陷入困境，身边的人就会对他嗤之以鼻。就像理查德一样，在上学、找工作、贷款中，社会都表现出了满满的善意，而宝拉却处处碰壁。在顺境中保持良好心态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逆境中就完全不一样了。一次次的打击不断的试探心理承受的底线，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是非常困难的。贫穷让人消极，让人颓废，让人易怒，让人自卑，这些特质塑造了贫穷的性格。这4个方面让不同家庭出生的孩子在日后的成长轨迹有了天壤之别。所以贫富差距真的不只是钱。朋友们应该看过金庸的武侠剧，那些高手光靠外功是练不成绝世武功的，内功心法往往比外功更重要。财富也是一样，有了富人思维，可以逐渐积累财富，变成富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1942？电影中张国立的一句话非常经典，虽然他们在逃亡，但是他对长工说，栓柱啊，到了山西就不怕了，我有怎么能成为地主的方法，用不了几年，我还是地主。而富人如果没有富人思维，也会逐渐走向衰落的。我们听过很多关于中彩票一夜暴富的故事，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买豪车、豪宅，买各种奢侈品，去世界各地旅游，把钱挥霍一空之后，又回到了贫穷的生活。我们需要培养自己的富人思维，或者叫财商，跳出贫穷的陷阱。面对金钱的态度，除了积极的面对，还要勇敢地挑战金钱的可能，不给自己设限，让生活中的我们在面对难题时多去思考，
做什么我们能变得有钱，而不是有了钱我们就能做什么。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你是一只涉世未深的小老鼠，进入社会后，你发现大家都在跑，虽然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跑，但你还是跟着跑了起来。队伍最前方是一趟通往幸福的地铁，地铁上虽已塞满了老鼠，也还是有勇敢者不惜夹掉尾巴挤了上去。商场鼠满为患，道路拥挤不堪，大家在迷宫一样的社会中寻找幸福，甚至为追求幸福商品大打出手，遍体鳞伤。豪车美酒让你体验到了非一般的感觉，但多巴胺褪去，你又回到了原点。你意识到只有赚更多钱才能买更贵的车，更美味的酒，让自己更幸福。于是你追着金钱来到一家名为幸福的公司，成为了成千上万只被捆绑在格子间的老鼠中的一个。我们不停地追求幸福，但不知不觉掉进了社会给我们挖的最大的坑里，有钱就幸福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最近看了《被讨厌的勇气》作者岸见一郎的新作《有时真的很绝望》中关于幸福的哲学解读。今天咱们聊聊有多少钱才能买到幸福，以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幸福中慢慢走向了幸福的反面。从小到大，我们似乎被设定好了程序，好好读书，考上名校，进入大厂，挣很多钱，过上幸福生活。我们先是被父母、学校灌输一种思想，在幸福之前不能让自己太幸福，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就被告知不能贪玩，而应该每周7天游走于各种辅导班之间，让自己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接着上高中考大学，我们又不得不跟1000多万学子比谁更刻苦更好学，争抢一流高校的入场券。前20多年我们像是跟快乐有仇一样，把快乐交给父母和学校，希望以此换来后几十年的幸福。毕业后原以为可以一展拳脚寻找幸福了，谁曾想寻找工作的费劲，好不容易找到了吧，也躲不过加班多薪水少的下场。这个时候社会给我们灌输了另外一种思想，你不幸福是因为你穷，有钱你就幸福了。为了让我们相信这句话，社会开始用钱来定义生活方式，挣钱不一定能使你快乐，但花钱一定可以。幸福不在办公室里，而在超级市场和购物软件里，谁花的越多，买的越贵，谁就越幸福。你不幸福是吧？不如花5000买台咖啡机，每天下午喝杯现磨咖啡，多精致多小资。还不幸福的话，再花2万买个奢侈品包包，走到哪你都能看到别人羡慕嫉妒恨的目光。当然，如果你能力很强，买台跑车也不是不可以，周末去兜兜风，那才叫生活。我们看社交媒体上各种各样所谓的幸福，开着豪车出入高档酒店，今天冲浪明天滑雪，在奢侈品店排队买包。不管内容是真是假，他们的确能收获一大批点赞和评论，似乎人们能且只能通过我拥有什么，我买得起什么来实现自我价值，获取社会认同。人和人之间有差距是很正常的事儿，但如果拿差距做比较，演的人幸不幸福不知道，看的人一定不幸福。他们会沮丧，别人都这么幸福，自己却过得一地鸡毛，也会幻想有了那些东西是不是就跟那些人一样幸福了。于是人们一边努力工作挣钱，一边拼命花钱，让自己看上去幸福。别人开豪车穿高定买奢侈品，自己虽然不能全都要，但咬咬牙攒1年前买个2万的包也不是不可能。这样的幸福与其说是幸福，不如说是下层阶级对上层圈子的崇拜和模仿。每个人都用单一价值观进行自我评价，没钱的羡慕有钱的，有钱的羡慕更有钱的，人们不停地向上比较，比不过就想办法挣更多钱，花更多钱，挣得越多花得越多，甘愿承受挣钱和花钱的双重压力，最终变成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新穷人。钱一定能让你幸福吗？其实学者们也为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能换来幸福的金钱是有上限的。为了用更合理的尺度来衡量幸福这个主观的东西，他把幸福分成2部分，一个是情绪幸福，就是每天的满足感，另外一个是生命估值，就是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整体评估。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短期幸福和长期幸福。他发现生命估值会随着收入的增加稳步增长，一个人赚得越多，就越倾向于积极地看待自己的一生。但情绪幸福在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之后，就不太会受收入的影响了。不过在2021年，心理学家马特·克林沃斯也进行了同样的研究，
推翻了这个结论。他发现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之后，情绪幸福仍然持续增长，连增长幅度都没有减缓。同一项研究两种对立的结果显然不合适，于是他们又联手进行了一次对抗性合作，重新对这个论题进行研究和分析。结果发现，幸福感跟收入水平不是由单一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跟人们的情绪健康水平也有关系。如果一个人本身就不快乐，幸福感在年收入达到10万美元时陷入高原区，也就是不再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了。对于中等快乐的群体，幸福感始终随着年收入的增加呈线性增长。而如果这个人积极乐观，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后，幸福感的增速竟然大大提升了。所以金钱对提升幸福感有帮助，但不是幸福的全部。如果你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却每天上班如上坟，看谁都不顺眼，时不时情绪崩溃，那痛苦的问题就不是金钱能解决的了。既然钱的确是影响幸福的一个因素，那我们努力挣钱也无可非议。但为什么很多人在挣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离幸福越来越远了呢？有个有趣的思想实验，你可以问自己，如果将来没有任何收入了，现在得需要多少钱？大家可能会觉得当然是越多越好，但这个实验加了一个巧妙的设计，你跟其他4个人一组，你们当中给出最低数字的人可以拿钱走人，其他人分文没有。这就残酷很多，因为2个目标是冲突的，每个人都想得到更多的钱，每个人也想真正拿到钱。如果把钱换成薪资的概念，或许我们更有感触。我们想要很多钱，但现实是涨薪真的太难了。我们一边跟自己的欲望斗争，又一边跟掌管着收入的老板博弈。根据腾讯理财等发布的2019年国人收入报告显示，即便在收入最高的上海，收入过万的人数比例也才 35%， 但作为奢侈品消费市场贡献率最高的80后、90后，一年的花费人均约9万元左右。这种不对等的分化，根本原因是消费能力始终跟不上抬高的眼光和放大的欲望。为了满足自己，我们心甘情愿的工作加班、熬夜爆肝，到最后却走向了另外2个终点，要么是挣到了钱，但无止境的向上比较，用钱来填充膨胀的欲望，要么是挣不到钱，一边羡慕别人所谓的幸福，一边愤恨社会对自己的不公，在矛盾中不断拉扯。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在《有时真的很绝望》这本书中，通过哲学角度探讨了幸福是什么。他认为幸福感跟幸福是2个不同的概念，而我们经常把幸福感误认为幸福。幸福感是一种情绪，比如吃到美味的食物，考试得了100分，但它就像醉酒一样是会醒的，吃到好吃的会让你开心一上午，考试考得好会让你兴奋1个星期，但这些情绪过后，生活还是恢复平静，所以这些都是幸福感，不能说是幸福。而真正的幸福来自于自我认同的价值感和能让他人感到幸福的贡献感。从这个层面来说，幸福是一种智慧，就是说你不需要逼自己挣多少钱，取得什么成就，抛掉这些外在的光环，你依然觉得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你的存在能让家人朋友感到高兴，这就是真正的幸福。这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也最难理解的一点。咱们举个例子，你通过自己没日没夜的努力挣了很多钱，但身体累垮了，得病了，很多人都为你庆祝，有的问你挣了多少钱，有的问你怎么挣的，你也非常享受这种被大家捧的感觉，这是幸福感。你没有注意到的是，你的父母、爱人，他们只是默默的关心你的身体有没有好一点，疼痛有没有减轻一点。对他们来说，你的健康、你的存在就是你的价值和贡献，也是他们幸福的源泉，这才是真正的幸福。1. 赚钱只是手段，幸福才是目的。很多时候，钱确实能帮我们解决问题，不用为房贷、车贷、信用卡发愁，给自己和心爱的人买想要的东西，拒绝做不想做的事儿，见不想见的人。但幸福的含义远不止于此，而且一旦把钱当成幸福的全部，钱就不再是一种手段，而变成了一个枷锁。我们在拼命追赶幸福的过程中，也本末倒置地舍弃了很多无法用钱衡量的幸福。2. 建立自我认同，不受外界影响。有时真的很绝望里提到，他人的评价与自己的价值或本质没有任何关系，不要受外界纷乱复杂的价值符号干扰。社交媒体里炫富的人不一定有钱，但如果你相信了他们，你就能让他们赚到钱。说白了，炫富也是他们赚钱的手段。而且最重要的，一旦我们通过向上比较来获取社会认同，那真的是一种高投资低回报的赔钱生意。你投入的是用时间和汗水挣来的真金白银，得到的只是别人的一眼高看和一句赞美，怎么算都不划算，对吧？3. 为幸福花钱，而非膨胀的欲望。被认为最明智的花钱方式有2种，一是购买时间，它能让你专注做自己喜欢的真正重要的事儿，
那些繁琐的、无聊的事儿就交给别人。比如你可以找跑腿帮你送东西，找人帮你做清洁，而自己可以跟爱人看个电影，陪孩子打场球。二是购买体验。购买商品很容易陷入攀比的误区，但体验不会，因为每个人的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你跟家人一块旅行，虽然几天就结束了，但体验会让你终生难忘，而且也不会像商品一样随时间贬值，这会让你觉得钱确实买到了幸福。4. 买不到的幸福最值得珍惜。我们总是高估钱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却忽略了那些不需要钱就能得到的幸福。有健康的身体、乐观的心态、生活的热情就是幸福。有关心你的父母、爱你的伴侣、听话的孩子、交心的朋友就是幸福。这些不仅不能用钱来衡量，而且一旦失去了某一个，幸福永远都是不完整的。每个人都想得到钱，但人们想要钱的根本原因是最后能花掉它，摆脱它的束缚。所以千万不要被有钱就幸福的价值观误导，一旦被这句话洗脑，你会发现你真的只能用钱来衡量所有幸福了。这相当于在众多能获得幸福的道路中，你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